欢迎来到 Prompt Your Life 人生提示词。本节目由台湾大学教学发展中心及悦城南广告赞助播出。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提示词，我是嘉安，我是佑兰。好，那今天大家今天看到我们的画面也做了一些调整哦。今天我们就是两个人都面对镜头，然后佑兰也可以让大家看到他的正面耶。然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调整是，上一次有一位同学跟我反映说，就是我开场的时候感觉嘴巴可以再开一点，让声音听起来比较亮，所以我今天整集都会尽量面带微笑的跟大家讲。好，那大概就是今天我们做的一些小小的调整，然后那在内容上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改进，然后可以看看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们做的一些小小的努力这样子。没错，上次我爸说我的手一直晃，哦，所以我今天会把我的手定在椅子上面，大家帮我找茬。好，然后我们就看做今天又来都又不小心把手拿起来几次这样。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其实是跟我这几年的一个困扰有关，就是因为 AI 已经大概问世3年半的时间，那在这3年半当中 AI 的进步也是非常非常的快。那我觉得但其实我自己会感觉到我 AI 对我造成了一点点能力上面的退化跟弱化。那这件事情因为最近也有一些研究，包括说我们上来分享的这一篇科普文章也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 MIT 的研究发现说长期使用，就是说如果你是先相较于纯粹用脑力来写作的组别，如果让这个受试者呢，他是一开始的时候就用 AI 来辅助他写作，他写完之后他其实会忘记他刚写了哪些东西，然后甚至他的脑波的连结也会变得比较弱。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是蛮有感觉的，因为我自己身上发生了2个小故事，就是我自己深刻的感觉到 AI 对我造成了一点弱化。第一个是写程式的部分，因为我自己在大一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 AI，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可能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非常认真的去学怎么样写程式，然后在大2、大3的时候也是可以把那些程式的技巧用出来。可是到大4的时候，那个 AI 写程式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厉害了，所以大部分写程式几乎都是仰赖 AI 来辅助。有的时候可能是用 Copilot， 就是它可以帮我写完接下来我想写的所有内容，有时候甚至就直接让 ChatGPT 让 Gemini 来帮我生成一整段的程式。结果有一天我在跟实验室的学长讨论一个资料分析的问题的时候，然后就发现说有一点点小问题，希望我马上直接去修改，我就当场修改。可是我就发现我已经完全忘记我要怎么写那个很基础的那个指令了，即便说那个东西可能是我最早大一的时候就在学，可是因为已经太久的时间都没有自己去写了，所以已经忘记那个细节要怎么样子去写了。但是刚刚讲的这几个小故事，还有结合前面的研究，就让我有一个很冲突很矛盾的点是说，其实 AI 它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很有效率的做完成很多事情，可是现在我们也知道 AI 会让我们弱化，然后让我们失去很多可能在以前可以完成一份工作可以带来的快乐。那这2件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去取舍？就是用 AI 会让我们变笨，可是不用 AI 又会让我们显得看起来效率很差，到底该怎么办？你刚刚分享你的故事，我也想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因为你刚刚讲的时候我也蛮有感的。但是在那之前，就是我们大脑好像蛮喜欢就是捷径这件事情，喜欢超捷径。我们大脑其实是很懒惰的，那如果你剥夺他自己去用心的去学习，用脑去学习的机会，那他在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再重新的用脑了。因为他被剥夺当然其实蛮爽的。没错而且之前那个 MIT 研究是不是也发现他们在最后一个阶段不是让他们一开始用人脑写短文的人，然后再去使用 AI， 跟一开始用 AI 来写短文的人，然后再去用自己的人脑来写，然后就发现一开始用人脑的人，他的大脑连接度还是显著高于一开始用 AI 的人，所以代表其实前面的自己思考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会去有一个必经的过程。对，因为大脑实在是太懒惰了。对，所以要有一种等于说要有一种刺激大脑去活动的一种方式，就是在工作流程当中要加入这一块。对，而且你刚刚说写程式，就是我可能不知道说幸运还是不幸运。我在开始学写程式的时候，Vibe Coding 已经很盛行了，所以我一开始学就是用 Vibe Coding， 然后就觉得哇好顺畅，还好我生在这个时代。可是相反的，我以前是就是很喜欢看书，然后也因为这样，我觉得在写文章的时候就是
都是很顺畅的。但是最近是很有意识的发现，在有 AI 之后，我的写作能力跟我的讲话能力都大幅的下降。真的吗？非常糟糕。而且 Gen Z 的特色就是会讲破碎化的句子，对，而且可能主词、动词、受词都不明显。因为我们平常这里有受到 Reels 然后社群媒体的影响，可能只会讲关键字。像最近有一篇研究在讲说，就是 Cloud 那个 Anthropic 这个公司呢，他去分析不是1500万则用户对话之后，发现就是当很多在1500万则对话当中，大概有1/1000到1%的这个对话，使用者就直接把支配权交给 AI， 就说你帮我想，你帮我思考，甚至叫上 AI 爸爸，就是给 AI 很高的权力来支配自己了。哇，好像在讲我我有时候连给家人讯息我都需要 AI 帮我认识一下。然后给家人讯息，对。那你觉得你原本如果没有用那个讯息，就用 AI 认识的话，你会觉得差别在哪里？其实我觉得我也做得到，我觉得我也有很好的表达能力跟写作能力，我甚至在以前求学阶段是有被老师认可的。但是有 AI 之后，我会觉得他写的会比我更好，然后我担心我比不上他，所以我宁可用一个我知道他会好的方式来写。对，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发现我需要重新训练这个大脑的肌肉，所以最近要开始去图书馆借书，开始看书。因为发现有 AI 之后，我就不太去有 input， 然后没有 input 之后，发现讲不出好的 output。对，那既然我们还是要在很多地方要仰赖 AI 的话，那我还是去把我的 input 训练好。这样子。那你觉得你开始去阅读之后，你有找回以前的更好的感觉吗？我觉得有有。你就具体来讲，可能像是哪些面向？你觉得可能跟以前跟有用 AI 的时候，跟开始阅读之后，你觉得最有差的地方会在哪里？我觉得如果读网络上的文章，有时候因为一键很快，你就直接复制贴上到 AI， 所以就叫它帮你统整句子就好。可是你真的很用心的去图书馆借一本纸本的书，让你打开来，然后把手机放在旁边，不要让任何东西卸载你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只能专心的跟你和那本纸本的书相处。然后我就又回到以前小时候那种感觉，你可以重新去感受那些字句带给你的一些情绪跟想法，而不是只是在看字而已。太仰赖 AI 的时候，刚开始回去看书，会觉得我只是在看字，然后我好想跳行，我好像变得像一个 ADHD 患者一样，我就跳行嘛，就是看目录，然后跳页，然后只看几个篇章，没有办法从头到尾好好的咀嚼那些文字跟那些想法。就有点像是以前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一个很完整的讯息。就我刚听这个对话，我也想到2件事情。第一个是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它是在讲要怎么样让中学生正确的使用科技，它不仅仅是 AI， 还有包含说所有的科技。就是说其实可以把网络的使用分成3种，并不是说完全的都要去限制所有的网络的使用。这3种呢，分别是第一个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资讯，比方说如果你是在那边滑 Reels， 然后在那边看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或者是说纯粹的让 AI 给你 input， 然后去给你一些很片段很碎片化的知识，那这个就是最差的一种。这种使用的时间应该是越短越好。那第2种呢，则是说你是有意识的跟别人在做互动。那比如有意识的在跟别人互动的方式，就比方说其实阅读也算是一种，因为阅读是你是跟作者在互动。然后如果说你是在跟别人，比方说在打一个游戏，打游戏的话，如果这个游戏它是可以训练你的脑力的，然后训练你的反应速度啊，训练你的思考，那这个也算是一种好的互动。那第3种的话就是进阶的，你用 AI 来帮助，或者说用科技来帮助你生产。你是比方说你学怎么样子去剪一个影片出来，你怎么样去学习用 AI 帮你生成一个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一个 App， 那也算是一种最高级的使用。那就是第3种跟第2种第3种就是应该是比较鼓励去让大家去使用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则是想到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不断的去跳过很多的篇章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我上礼拜写的那一篇文章，就在讲说那个 Click 命运好好玩这个电影，它虽然是在20年前上映的，但它其中讲到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还蛮符合现在 AI 的现况。他那部电影就在讲说，那个男主角为了追求人生的终点，人生的那种非常大家华而不实的一些虚荣的一些面向，他为了想要升上合伙人啊，他为了想要那个追名逐利，
他就觉得说生活中很多的琐事变得没有意义，觉得塞车，觉得跟家人聊天，觉得要哄小孩，这些事情他都觉得是没有意义的，他会很想要跳过。那结果一天他获得了一个万能遥控器之后，他就拼命的按下快转键，把这些他不喜欢的片段都跳过。结果没想到之后，这个遥控器它会记得你想要跳过哪些片段，所以他的人生就越跳越快，从一个晚上变成1个月、半年、1年，甚至一口气跳过了20年、30年，一路跳到了他的人生的终点。那他才发现说，其实很多的片段是不值得跳过的。虽然他很快的就拿到了那些人生的那种追名逐利的那个时刻，可是他并不会感觉到快乐，因为他跳过的是那些很重要的人生片段。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这件事情跟 AI 非常非常像，因为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跳过很多必经的过程。但是其实像我以前我自己在写文章，或者是写一些论文，甚至是说包括说创作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创作的来源都是来自于那些我后来被 AI 想要跳过的片段。比方说我常常是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突然想到说哦，我有一个灵感，或者是我常常在打字的时候，慢慢的打出一篇文章的时候，打出第一段的时候才想到说哦，我后面可以怎么写。但如果我们都是只是用 AI 的话，这件事情这种思考的深度就不会产生。没错，可是也不是完全不去使用 AI， 而是去思考怎么跟 AI 一起互动。因为像是我就是赛by赛，我们有曾经跟学校一起做过一整学期的课，然后就在讲 AI 时代下人类的独特性是什么。然后要讲的完全不是不去使用 AI 很可怕，然后我们避免去跟它接触，而是怎么去使用它。其实整个课这样做下来，最大的心得就是，只要 AI会做的事情你自己会做的事情才可以让 AI 去做，你自己不会的事情不要让 AI 去做，因为这样你永远学不会。如果你只要做这件事情，比如说翻译一个文章，你本来就会，只是你自己做太花时间，那你就给 AI 做，那这样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把你自己也都不会的事情，然后卸载给 AI 的话，那你就永远学不会那个技能。但我觉得也有第二个是，你需要透过 AI 来跟你共学，让你可以学到新东西的时候要怎么做。就是或许不是直接把一整篇论文或是一整篇你需要学的东西丢给他叫他做，因为你只会学到 AI 咀嚼过后的东西。但是最精华最值得学习的往往不是最后学习的成果，而是你一直去挣扎学习的过程。所以你自己读完之后，你请他翻译，或是请他读完之后你自己有你的见解，然后你跟他说，你不要直接告诉我答案，你来拷问我，你来告诉我这样学对不对？直到你真的学会了，那他就会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才是一个值得跟你一起学习的学霸。没错没错，好，这个就跟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 AI 小工具会有关系。期待。对对对，好，那第二个我想会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刚刚我们讨论完这个，如果说你要怎么样在 AI 可以做的事情跟你必须要练习的这件事情当中做取舍，那第二个我想要问的问题是说，因为佑兰跟我是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我突然觉得我在写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批有经历过在大学里面不使用 AI 的人。因为佑兰在 AI 大概是在佑兰大一的时候出现，然后我是在我大二的时候出现，所以就是说我们还在大一大二的年纪的时候，其实都有经历过一段 AI 完全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学习的这个时光。那我会想要问的一个有点天马行空的问题是说，如果今天就等一下我们录完音之后，所有的 AI 都没办法用了，可能说不知道，可能川普下令说全世界禁止用 AI， 然后所有的工具 AI 所有的科技发展全部退回2022年以前。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世界，那你觉得你的人生目标，你现在的生活还会一样吗？然后你会怎么？那如果一样或不一样的话，你会怎么样子重新规划你现在的生活跟工作？那你觉得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我觉得会喜欢哪一个时代，就是有 AI 的时代跟没有 AI 的时代。如果硬要选的话，我其实蛮喜欢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它就像我的垫脚石一样，在创业的时候，它可以把我跟我的很厉害的前辈中间的 gap 缩小一点点。但是其实也蛮怀念过去的时代的。那如果所以如果今天等一下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你觉得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因为真的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嘛，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正确，但是或许我可能会再更没有自信一点点。对，怎么说？因为像现在的话，我可以
很快的去查到一些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所以我不会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在自己世界里面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多事情办不到，而且你只看得到同侪，你没有办法看到更大的世界外面的人。但是我相信我还是会做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因为有 AI 然后知道我可以做到我才来做的，而是因为我想做这件事情，无论它多么困难。所以我很感谢 AI 有这些 vibe coding， 然后有这些更多的资讯，然后更快的资讯，让我可以有一个垫脚石，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可以知道哇，自己其实是有一些捷径可以抄的。对，但是也会觉得或许在没有 AI 的时代，我更能去肯认努力跟困难的价值。就是在这个时代，因为大家的能力就那个努力的价值被压缩了，被 AI 取代跟压缩了。而且或许我也没办法自己做网站，或是自己做很多我们的一些小工具，用 AI 来做。但是我相信会找到其他方法。在没有 AI 的时代，一定有没有 AI 时代的方法。只是我觉得活在 AI 的时代，那能够善用这件事情，并且不被它控制，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其实我问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我自己很想回答，就是我自己在想说，如果等一下我的人生真的没有 AI， 其实我也蛮希望观众、听众朋友真的去思考看看说，如果等一下你听完这一集，这个世界就突然没有 AI 了，然后而且这个是无限期的，是可能超过1年、2年的时间，接下来你的人生规划，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工作都没有 AI 的话，会该怎么做？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其实我虽然是一样，我会比较喜欢 AI 时代，因为真的让我效率快了很多，然后很多的繁琐的工作也不用我来处理。但是其实我心里是有一点点怀念那个时代，我也很怀念那个我自己必须自己花很多时间，然后去完成一件事情带给我的快乐。然后另一方面，其实我会有一点向往说，这个世界如果这样也发生，其实我也会很高兴说那种努力的这种精神会再次被看重。因为我会想象在等一下如果突然间就没有 AI 的话，那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靠努力型然后一路长大的一个人。所以如果说一个世界突然没有 AI 的话，我觉得我的价值会再次被彰显。但我会觉得有一点蛮特别的一点是说，刚刚讲到这个自信的部分，因为在 MIT 那篇研究里面，他就讲到说如果你是给 AI 写作的话，你后续你去问这些使用者，他会跟你讲说其实我也觉得那不是我写的，就是我们自己都会自己有点心虚，就觉得说那其实不是我自己的作品。那其实在 AI 时代，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会变成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困境吗？就是你自己做完的东西，其实你自己不会那么有自信说这是我做的。所以会不会这应该是反过来，是在有 AI 的时代，大家会比较没有自信；在没有 AI 的情况之下，不是应该更有自信说哇，这东西就是我自己写的？还是不习惯这种模式啊？因为可能现在自己写也可以定义是我只会 AI 写，所以那也是我自己写的。只是大部分人会觉得没有啊 ，AI 有帮某事，那不是我自己写的。然后大家比较谦虚一点。但实际上是你指挥他写的，不是他完全自己写的。所以是有一点是大家感受上面的差异这样子。但我蛮能认同你那个完全自己写的那种感觉，很爽。所以其实我自己还是很期待，就比方说像我现在我自己的工作方式，就是特别是最近因为要做这一集，然后我最近调整了一下我的工作方式，我现在开始试着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先给自己留一段完全没有用 AI 的时间。比方说如果要读 paper， 过去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说我会直接丢给 AI， 然后请他帮我看之后，然后我自己大概看过一下，然后就会完全是跟 AI 可能是并行的处理方式。那现在的话，我会完全空下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我必须自己去想，自己去读 paper， 自己去想 paper， 自己去写完之后，然后再花一小段时间把 AI 导入。我现在像发现说这样子的工作流程的话，其实反而会更有效率。因为如果完全都让 AI 在做的话， AI 有时候给我的东西我未必满意，还要再自己去跟 AI 去调整很多的时间。但我现在在有意识的先去想过说我等一下要怎么去用 AI 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做出更好的作品。而且其实别人看得出来，对，像赛百赛的贴文很多就是跟 AI 协作的，但是比如说图是 AI 协作，但是你会下
很精准 prompt， 你自己脑中有一个画面，然后它帮你做出来，然后还有排版也是人排的，那就会跟完全 AI 做出来的不一样。这也是很多读者有反映我们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哇，我们的贴文是有人味的，读起来是有温度，会有被慰藉的感觉，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所以为了那个人味，为了这种被肯定的价值，我觉得是反而在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值得追求的。对，好，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到这个 AI 的心理学时间。那今天 AI 心理学时间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工具呢，叫做其实它是主要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提示词哦，不是一个完全的 AI 工具，而且这个提示词最近非常非常的红。那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期中考快到了，那相信很多同学现在应该都是处在一个快要崩溃的状态，就是说非常要开始临时抱佛脚，读完半学期的东西。那最近在 X， 也就是以前的这个 Twitter 上面，就有一个提示词被疯传，它据说是一位 MIT 的研究生想出来的。然后他号称呢，他靠着这组提示词搭配 Google 的 AI 工具叫 Notebook LM， 可以在48小时之内让你学会一整学期的知识，还能够拿出高分。那这件事情我看到觉得说很像夸大不实的广告，想说怎么可能48小时就让你学会一个整个学期的东西。所以我今天这集就是想要介绍这组提示词它到底是什么，怎么用，然后接下来再用心理学的角度来检验说这一套方法它到底是真的有科学的根据呢，还是只是一个噱头。好，那在讲提示词之前，先介绍这个工具是什么，就是先介绍这个 Notebook LM 是什么东西。那很多人可能会问说，它跟我们常使用的 ChatGPT 啊，跟 Gemini 有什么不一样？那简单来讲的话 ，Gemini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有点像是你去修一门课，然后他是这个系上的学长姐，或是他是以前的毕业生等等你的同学，他可能什么都懂一点，但是关于这一门课的细节，他可能会有一点点错误。但是像 Notebook LM 的话，你再把你这门课的所有的讲义啊或资料上传之后，它就会变成像这门课的专属的助教一样，它可以根据它生成的内容会严格的锁定在你给它的这个资料里面，所以它的出错率就相对的比较低一点点，也能够回答更有深度的内容。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提示词呢，它就是专门为 Notebook LM 来使用的，就是这个据传是 MIT 研究生的这个研发出来的提示词，它有分成3个步骤。第一步呢是说，先让这个 Notebook LM 回答，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最深信、最常用的5个核心理论模型会是什么？然后第二个，等他回答出来之后，你再问他说，那在这个领域当中，专家们最常争论的3个观点会是什么？然后双方支持的理由有哪些？然后第3步，则是要 Notebook LM 提出10个考点来考对方，然后就来考这个使用者，说你来考我。那重点是这个题目，你要考我的题目必须区分出深度理解这个领域的人，还有死背知识的人。好，这就是这个 Notebook LM 它的这个3个学习的步骤。那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就想说，好，那这个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来验证看看，这个它到底是一个噱头呢，还是说从心理学的这种记忆学习相关的理论来说，它是真的有帮助的。好，那其实我看到之后，我会觉得其实没有那么惊讶，因为其实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它这个都是我们心理学曾经验证过很多年的一个理论，可以验证出来的。比方说第3个提示词，他说你要用出10个题目来考我，那就像我们刚刚节目里面所讲到的，就是因为在人的大脑的记忆方式并不是说像电脑一样，它输入进来就存在那个地方，它比较像是一个人的肌肉一样，是你需要在把它练好了以后，需要反复的去维持它，去锻炼它，它才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准。所以人的大脑你在记忆一件事情之后，其实真的是需要有人去来考你，你才能够发现说，哦，我真的是有记进去。所以这个第3个提示词也是有用的，因为它就是一种提取的练习效果，就是心理学上面讲提取练习效果。好，那但是我们整体看下来就发现说，那其实这3个提示词感觉是真的蛮管用的哦，就是我们用 AI 人真的可以帮助到我们学习在48小时之内塞完整个学期的知识，确实是有用的。那但是它仅只占了心理学当中这个记忆学习领域的研究的其中一部分，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缺点的。虽然说它现在就是说你在读完之后，它会出10题很难的考题来考你，但是这仅只能应付考试。但我们读书并不是只是为了应付考试，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要求这个 AI 扮演研究者、工作者，或者从生活的应用角度来考你，多样化的这个提取记忆的管道，才能够让你在考试以外的地方也应用得出来。好，那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这组 MIT 的据传 MIT 的提示词，我的答案是我还是非常推荐的这个用法，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局限性，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其实可以把它做一些调整。那我们完整修改过的提示词，大家可能透过私讯的方式，我们会再寄给大家，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AI 心理学时间，那祝大家期中考顺利。好，那因为在准备今天的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我就去上网找了一些资料，然后在找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带着一个很久的困惑，然后有被解决到。对，就是其实我也一直最近在想，就是 AI 这么强，然后我会不会被取代？其实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焦虑。对，然后像赛百赛的贴文，或是我们在做内容转译，我就会觉得 AI 有一天一定会做得比我们还要好。那我要怎么办？AI 比我们更有人味，更能够让大家感动的时候，他一定可以装出来啊。那到时候我怎么办？我越来越不像个人了，怎么办？对，然后我就去看一个文章，然后就在天下杂志，他就说，就是 LinkedIn 的这个创办人，然后他就说他们现在要选人的话，会看怎么样的特质，因为已经 AI 这么强了，那到底人还剩什么？他就说是5C，对，5个 C。好，那第一个 C 是什么呢？第一个 C 就是 curiosity， 就是好奇心。对，因为 AI 是可以给你很多种的选择，它可以给你很多个答案，但是你要自己主动的去好奇。就像莱特兄弟他们就会想说鸟可以飞，那为什么我们人不能飞呢？所以他们就发明了飞机。那个为什么的问题很重要。对，为什么？然后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然后为什么我们不能那么做？但是 10万个为什么 AI 不会 challenge 你这些问题，是对，它只会提供你 ABCD 选项这样子。对，那第二个 C 就是 creativity， 就是创造力。对，那我觉得创造力也是很有趣的观点。我会觉得 AI 现在已经很有创造力了，但是其实是 AI 它可以去重组过去的答案，然后提供那些看似有创造力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往外去发掘，然后去探索新的事物，那个才叫真的创造力，是从0到1，然后从1到100的去创造。这是 AI 做不到，它只能去把过去的资料去综整。从0到1其实是最困难的。对 OK 对，那第三个 C 是什么呢？第三个 C 就是我最喜欢的，你猜猜看是什么？有什么 C 开头的？ C 开头的，对，我最喜欢的 customer。对耶，那可能我更喜欢 customer。好，没有，好，最喜欢的是 courage， 就是勇气。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我一路走来，就是可以休学，然后可以创业，然后可以遇到这么多很棒的人，都是因为有这些勇气。就是你有勇气去挑战那些 AI 跟你说的事情。对，然后你也可以有勇气去做出行动。因为说 AI 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对，但人会有情绪，他可以告诉你说，当你计算风险，然后告诉你不要去做这个，你去做这个，这样对你最好。可是有时候那些伟大的事物都是因为不理智的人造成的，需要一点感性跟敢于冒险，有一点冲动，然后你去做那些其实不符合效益成本的事情，才能做出一些与众不凡的事情。好，所以这是第三个 C courage。没错，那第四个 C 叫做 compassion， 就是同理心。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也蛮喜欢，因为 AI 其实现在可以表现出好像很关心你的样子嘛，可以表现出好像很有同理心的句子，可是只有人类才可以真的去有感受。他有心，他可以去感觉得出来，而且把它表达出来。而且同理心在不管职场或是家人的关系里面都非常的重要。你可以去感受到他人对你的同理心，你可以把人当人，然后别人也把你当人的这样的感觉。对。然后第5个 C 呢是 communication， 是沟通力。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在创业之后才发现沟通有多么的重要。对，因为像是 AI 可以帮你翻译嘛，对，或是可以说这个人在讲什么，它可以稍微翻译。可是要真的把它变成有意义的文字去表达出来，然后在可能大家有一些争吵，或是团队伙伴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去有勇气去面对面的跟他沟通，然后那些非语言的事情也是很重要。你怎么去拥抱他？你怎么去用非语言的部分？你怎么去拥抱他？然后这些也都是沟通的一部分，是 AI 没有办法做到的。而且我觉得前面所有的东西，就前面4个 C， 最后都会体现在第5个 C 上面。
我自己会觉得这5C 不管是不是在 AI 时代，其实都是大家最需要的一个部分。然后我自己的一个体察是，因为在 AI 时代 AI 出来以前，很多的企业主啊，或者说老师都会跟你讲说，这些面向同理啊，然后沟通、勇气，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在 AI 出来之后，这些事情又被更重要，更凸显。所以似乎就是 AI 它能够取代的那些面向，或者说它能够做到的事情，其实原本就是人类当中比较机械式的、比较没有不重要的部分，反而是那些 AI 永远无法取代的事情，是人类社会当中，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不仅仅是 AI 时代，而是自古以来大家都会很重视的一些面向。身为人的温暖吧，有那些无感的感受，然后你可以去好好的感受跟表达。那我觉得就可以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集。那其实听完之后，我们聊了很多说 AI 那省下来时间去哪了，然后还有说 AI 到底占用了我们哪些的时间，好像看似是帮我们省时间，其实好像是占了我们更多时间，并且剥夺我们的一些学习困难的机会。对，那我就脑中浮现了一个画面，就是很像是如果人生是一场马拉松的话，那现在 AI 就像是一个高速的飞机或是一个电动车，我们原本是要自己走的，然后我们就可以轻易的达到可能原本是要100公里，我们就可以达到80公里。可是到80公里到15公里20公里要到100公里的那个阶段，其实是我们人要自己去努力的。那是一些我们人的一些怪癖，或者我们人的一些自己的经验，过去的经验，或者我们人的自己一些独特的地方，造成我们有没有办法从80分或是80公里的地方跑到100公里。因为以后一定会有很多80分的作品都是 AI 做出来的，所以80分的作品就会变得通货膨胀，再也没有价值了。以前可能做到80分就很不错，但是现在大家人人都能做到80分的时候，你怎么去用你的那些独特的地方去展现你人还仅存的一些独特性，以及你个人的一些魅力，去把它变成95分，去变成100分。剩下的15分是最重要的。没错。如果我们现在写论文或是回讯息、写程式都交给 AI 的话，那我们表面上其实是赢得效率，但其实我们正在失去思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底气。对，然后所有的沟通和产出都变得非常的平滑，然后没有阻力的时候，我们其实和真实世界的摩擦力就消失了，然后也开始变得平庸。对，那就想要跟正在收听的观众朋友说，如果 AI 可以帮你做到80分，那剩下的那15分才是你之所以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理由。对，那15分里面就是有你的热爱，有你的一些偏见，有你在这个世界上奇奇怪怪的一些点。对，然后也是你愿意为某件事情拼死到底的一种很笨拙的感觉。如果你只是用 AI， 那你只是一个数位搬运工。你可能对这件事情还不够有内在动机。对，那很多人就会说，那如果未来 AI 什么都能做的话，那我们这批最后没有 AI 的大学生要怎么办呢？反正最后尾段有参与到一点点而已。那我们觉得我们的回答就是要守护好你大脑里的苏格拉底，不断的去拷问 AI， 也不断的去拷问你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对，那在这个时代，我们为了要找一个答案，在以前时代，我们要为了找一个答案，就会去翻遍图书馆，或是去问好多好多的人或是老师。就是在那样的不便里面，其实我们刚刚也发现，其实还蛮浪漫的。而且也会学会了耐心和去深度理解一件事情的那个过程。那我们现在拥有了最强大的工具就是 AI， 反而会更需要那份就是主动去承担难度的勇气，刚刚讲的5C 里面的勇气。对，那人生不是为了追求要更快的抵达终点，而是要在那段过程中感受自己的思考是如何一点一滴的形成的。对，那效率是 AI 的事情，但是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是自己的事情。你可以借由 AI 的力量更快的去找到意义，但是要拓展意义，你需要暂时的先放下对于 AI 的依赖。对，好，所以今天的人生提示词就是不要让科技卸载了你的灵魂，在 AI 帮你省下的时间里找回你对困难的一个喜爱。对，然后也觉得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这也是我在想的时候跟 AI 讨论出来，所以其实也是 AI 给我的一个灵感。对，没错，他就说 AI 呢是他自己说的哦，他说 AI 是你的外送员，不是你的胃，它可以帮你把饭送到门口，但是要品尝这件事情还是要由你自己来享受。我觉得他讲的很好。还有食物来做一比喻，对，他用食物我最爱，他真的很懂我。不行不行。但你朋友也很懂你，所以你朋友才真的 compassion。对，我爱我朋友。好，
那我是佑兰，今天就和嘉安一起在我们这个不确定的沙盒里面，陪你在一个这个数位时代一起去面对，找出面对的勇气。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人生提示词，我是嘉安，我是佑兰，好，我们下一集再见，谢谢。